时隔3年再次露面，东风100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央视军事频道公开的视频画面显示，早在2019年就已经曝光的东风100发射车再次露面，从而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中国有东风17这样的高超音速滑翔水飘弹，也有东风10这样的常规亚音速巡航导弹，还有东风21D、东风26之类的反舰弹道导弹。为什么还要研制东风100呢？而装在发射箱内的东风100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据央视介绍，东风10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装备的一种新式巡航导弹，它具有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等特点。我们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东风17这样的高超音速水飘弹更可能用于打击重点固定目标，由于速度大，又能实施机动飞行，因此其突防能力自然是最强的。东风21D 是世界上第一款具备打击水面机动目标能力的反舰弹道导弹，其性能极佳，但制造成本较高，所以装备数量有限。东风10属于亚音速巡航导弹的类型，其生产费用较低，装备数量大，但突防能力相对要弱一些。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东风100很可能是一种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但又不算太贵的多用途巡航导弹。它可以由地面运输车发射，也可以由轰6K 从空中发射，是一种能够在60公里高的临近空间飞行，最大飞行速度为3倍音速，射程在2000至3000公里之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些性能指标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弹道越高，空气阻力就越小，飞行速度变越大，射程也就会较远。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矛盾，因为一般而言，吸气式巡航导弹不可能在60公里高的空域做长时间飞行，因为在这个高度层，大气密度比较小，氧气含量很低，3马赫的速度难以保证足够的进气量，让发动机维持连续工作。所以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很准确。那么东风100导弹到底采用何种技术套路呢？一种分析认为，它很可能采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加亚燃冲压发动机的方案，也就是发射时先由固体火箭发动机助推，将导弹的速度提升到2马赫以上，然后亚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其比较合理的巡航高度应该在30公里左右。助推火箭在冲压发动机点火之后脱离，让导弹的重量进一步降低，飞行速度提升到音速的4倍左右。那么东风100的冲压发动机选择液体燃料还是固体燃料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巡航导弹都会使用煤油，因为这种燃料可以长期保存，使用成本还特别低，而采用固体冲压发动机的导弹不多。最有名的就是印度从欧洲引进的流星中距空空导弹。中国的霹雳15超视距空空导弹选择的技术路线是固体双脉冲发动机。其实中国也研究过采用固体冲压发动机的空空导弹方案，发现其射程虽然比较远，但冲压发动机进气口的阻力较大，对机动性能，尤其是大过载机动能力的影响也较大，不利于追踪做高机动飞行的战斗机。而巡航导弹一般用于攻击固定目标和运动速度较低的大型目标，因而对末端机动性的要求没有空空导弹那么高。由此推测，东风100有可能采用的是以流星式空空导弹类似的技术路线。这样的一款导弹造价不是特别高，突防能力呢又比较强，而且射程还非常远，既能打击固定目标，又能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而且飞行速度达到3至4马赫，也不大好拦截。还有一种猜测就更厉害了，有人认为东风100采用的是固体火箭加亚燃和超燃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如果是这样，当超燃冲压发动机启动后，其飞行速度起码应达到马赫数5以上，大致在音速的6到9倍左右，那么其飞行高度达到60公里就比较靠谱了。大家都知道，超燃冲压发动机是非常难研制的，美国人搞了几十年，
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如果东风100使用了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它的确切定义应该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在技术上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东风100导弹到底采用的是固体火箭加亚燃冲压发动机，还是固体火箭加亚燃超燃双燃烧式冲压发动机，我们还不得而知。即使是前者，也很了不起，因为它已经是当今世界上飞得最快的超音速巡航导弹了。虽然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比俄罗斯刚刚列装的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锆石导弹要低一些，但其射程则要大1倍左右，超过2000公里。可以这么讲，东风100是中国又一种成熟的反航母武器，用来打击美军第一、第二岛链的目标时，它要比东风10来得迅速；用于执行反航母作战任务时，东风100又能以我军的东风21D、东风26、鹰击12、鹰击18、鹰击21等相互配合，以不同的高度、速度和方向对大型海上目标发起攻击。对手要想拦截可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导弹留给敌方的反应时间会被极大的压缩。在中远程导弹发展路线的选择上，中国不做选择题，而是在做全选题。美国有的，中国要有；中国有的，美国人还真没有。东风100就是美军没有的导弹类型，是又一种新型的航母大杀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